我先生把陪酒女郎养在我们曾经的婚房里，他们要钱、要房、要上位，我谋而后定，棒打鸳鸯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午间休息，吃着午饭，拿着手机看信息。同乐小区的邻居红姐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下面还有一句话：照片上2个人正在吃饭，男人是我老公罗晨，对面是个女生，看不到正脸。你家男神和小姑娘约会哦。我哈哈一笑，这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，吃个饭而已。我们是大学同学，10年的感情，还有1双儿女。我是相信罗晨的，这几日不太忙，早早下班，去玉蝶坊买榴莲酥，带去罗晨的咖啡室。3年前，他厌倦了明争暗斗的职场工作，辞职出来创业。他喜欢咖啡，我们做了市场调查之后，开了一个咖啡工作室，烘焙咖啡豆，卖咖啡。工作室里只有服务员小刘在，我把榴莲酥递给他。小刘是罗晨的表弟，一直在店里帮忙，罗晨很信任他。有个多月没有来店里，小刘看到我很热情，煮了我最爱的卡布奇诺。罗晨呢？我四处瞧了瞧，罗哥说有事出去了。哦，最近新客户多不多？新客户不多，基本老客户维护，不开发新客户，只靠老客户。我有点失望，走出工作室，微信问老罗在哪里。过了一会，他回复在店里，客户下了急单，有点忙，晚点回家。罗晨说谎了。忽然间想起红姐发给我的照片，拿出手机，点开照片，罗晨看着对面的女生，笑得好温柔，我的心有些慌乱。罗晨回家已是晚上9点，洗漱之后就躺在床上看手机。我从浴室出来，他放下手机，躺下休息。我掀开被子，钻进他怀里，抱着他吻了起来。他没有回应，轻轻地推开我，拍了拍我的背，很温柔地说：阿慧，今天很累，早点睡吧。罗晨的拒绝让旖旎的气氛变得很尴尬。最近天天加班到很晚，回家时他都已经睡下。我们已经很久不曾亲密过了。阿晨，是不是生我气了？天天加班，没时间陪你。别瞎想，真的累了，睡吧。说完转过身，关了台灯。黑暗中，他人就躺在我身边，可我却有一种距离感。第2天，工作时总想着罗晨的事，签错了几份文件。一旁小助理向我吐槽，天天加班，没有时间见男朋友。慧姐，好久没看到你家男神了。我握笔的手一顿，抬头看了看台历，罗晨3个月多没来公司接我。3个月前，罗晨和我冷战了一段时间。他想把咖啡室扩大经营，并且已经看好了店铺，投资需要30万。我做了一份详细的市场调查以及成本核算，各种数据分析下来，他的方案投资性价比极低。我否决了他的提议。罗晨很生气，说他在这个行业3年，对这个市场的行情很了解。我看不起他的事业，不想他事业更进一步。我当时还笑他太敏感，投资需谨慎，要用数据说话。那次我哄了他好久。午休时间，我把杜兰叫到办公室聊天。杜兰是市场部经理，很合我脾气，我们无话不谈。见面后，我把昨天的事情说了，把照片拿给他看。杜兰说，要么是善意的谎言，不想你担心，要么是干了坏事骗你的借口。至于照片，还是要留心点。杜兰的话让我有了危机感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别想了，我让杜峰帮你查查。杜兰的弟弟杜峰退伍之后，和几个战友开了一家侦探社。杜兰当即给杜峰打了电话，简单的说了要求，有结果直接联系我。随后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杜峰。
杜峰承诺3日后给我答复。很快，杜峰把调查结果发到了我手机上，约我见面细聊。他递给我一个牛皮袋，我接过没有打开。听杜峰口头汇报，罗晨出轨了，出轨对象叫齐文，是我们同乐小区房子的租客。半年前俩人就在一起了。齐文在一家外企公司做前台，晚上在夜色酒吧兼职陪酒女郎。我打开牛皮袋，里面是一沓照片，大部分是他们吃饭、散步、拥抱、激吻的画面。照片上的齐文皮肤白皙，长相甜美，还有几张是齐文陪酒时的照片，浓妆、性感、野性十足。杜峰汇报完毕就离开了。我握着照片，想起他大学毕业对我说：“阿慧，我能承担起咱们的未来了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”那时他的眼神那么清明笃定。不过10年，他就找了别人，开着车，思绪一片混乱。等我拐入车库入口，才惊觉已到同乐小区。这是我们结婚时的房子，当初装修，为了省钱，南方的6月天，我俩抱着买好的配件，顶着烈日走走停停1个多小时。到家后，瘫坐在地板上，互相望着对面的落汤鸡，哈哈大笑。这套房子充满了快乐的印记。几个拐弯就到了 F 栋的停车区，老罗的爱车停在 F 栋的地库门口，我把车停在罗晨爱车的斜对面，下了车，进了电梯，按了12楼的按钮，站在门口片刻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没有敲门。在旁边的楼道坐下，楼道的感应灯灭了，黑暗放大了人的感官。我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，我没想好怎么面对，纠结再三，又回到车里。7点，罗晨和齐文说笑着走了出来，上了车。罗晨不知说了什么，坐在副驾驶的齐文双手抱住他头吻了起来。罗晨热烈地回应着，火辣的场面刺激着我愤怒的心，攥紧的双拳被指甲划破手心，疼，让我清醒过来。罗晨真的出轨了，还是我们的租客。电话铃响，儿子小宝打来的，问我怎么还没有回家。挂了电话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。这1年是我事业的上升期，同时又接手新项目，很忙，忽略了很多事情。我打开银行查看共同账户的收支。共同账户是我开的户，卡由老罗保管。我和老罗每个月从自己的收入拿出一部分，存入共同账户，作为家庭的生活开支。这几个月，只有我每月转入的费用，以及老罗从共用账户转给婆婆日常开支的费用。老罗3个月没有转存生活费，他很久没来接我下班，周末也很忙。我们好久没有过2人世界。他的衣橱里添加了很多新款衣服，有质感又显年轻，常常看着手机傻笑，背着我接电话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，只是我没想过罗晨会出轨。对着车镜整理了妆容，调转车头回家。晚上10点，罗晨回家了。婆婆把罗晨叫到沙发上坐下，轻声说道：“以后早点回家，阿慧上班还要照顾孩子，你要多心疼她。今天看脸色不大好。”妈，知道了。听到婆婆的话，既窝心又委屈。罗晨的爸爸去世之后，他妈妈就和我们一起生活。婆婆对事对人拎得清，又有边界感，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。我不想看到罗晨，转身走进卧室，侧躺在床上。他跟了进来，站在我面前：“没事吧？你一个女人就不要那么拼嘛，搞得那么辛苦。”“哼，我不拼。咱家吃什么？周慧，你什么意思？”罗晨如踩了尾巴的猫一般，气急败坏。生活费记得补上，无视他的窘态。我起身坐在梳妆台旁，
慢条斯理的护理皮肤，不体谅，不端着的感觉，真不错。上班时，我把杜峰的调查结果和照片拿给杜兰看，杜兰很平静地问我有什么计划。不愧是我闺蜜，真的很懂我。按兵不动，釜底抽薪，人财两空。怎么样？先从咖啡室开始，减少客户。阿兰，这个从你开始。杜兰喜欢咖啡，是罗晨咖啡室的铁粉，介绍了很多朋友。我们公司的咖啡订单也是他促成的。杜兰笑我最毒妇人心。国庆是我们10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我订了一家西餐厅，很有情调，适合过纪念日。罗晨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，这位置让我很膈应，但还不到撕破脸的时候，我得忍着。我无聊地刷着视频，看到某某明星出轨的信息，又一个爱豆人设崩塌，前一刻秀恩爱，后一秒就出轨了。我无奈地吐槽，少看这些无聊的视频。罗晨，你会出轨吗？我转头问他，他呵呵一笑，停好车子，看着我说，你老公我是那种人吗？走，庆祝我们的10周年。心里很鄙视他，妈的，你就是，我都有证据。鲜花、牛排、红酒，几杯酒之后，罗晨微醺，话多了起来。他说起我们刚刚来这个城市的不易，初入职场受到的不公，买了房子的自豪，初为父母的喜悦。对面的人侃侃而谈，我却泪眼迷蒙。你都记得，为什么要亲手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生活？电话铃声打断了罗晨的话题，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起身到门外才接起。片刻之后，他匆匆走来。阿慧，杨树出了点事，我过去看看，先走了。杨树是他高中同学，关系很铁，他就这样丢下我走了，忘了我是坐他车来的。善变的岂只是女人，男人也一样。罗晨一身疲惫地回来，身上有一股医院药水的味道。我问他到底去了哪里，我不说了吗？杨树有事。他不耐烦地回我，他一定是忘了。我有杨树的微信，我把杨树的朋友圈放到他面前。杨树今天带儿子去会展中心看漫展，全天的动态都是关于漫展的。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我再次询问。罗晨从我身侧绕过，无比烦躁的怒吼，有完没完？我都要气笑了，自己说谎还对我发脾气，真是给你脸了。你回答了就完。我寸步不让地站在他面前，他不耐烦地拽着我的胳膊往旁边一拉，我没站稳，额头磕在床头柜上，血流了下来。我捂着额头，吓得大叫。罗晨被我的样子吓懵了，他说着对不起，抱起我就往医院跑。到了医院，罗晨去挂号交费，我在急诊科的治疗室里处理伤口。刚刚那男的记得不？下午抱着一个小姑娘到急诊室，大叫：医生，我女朋友疼得厉害，快给看看的那个是女朋友。这个你们猜是什么？几个小护士躲在角落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。我付出代价想要知道的真相，却在不经意间得到答案，只是代价有点大。我破了脑壳。罗晨提着药走了进来，小护士们一哄而散。我刚听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，你要不要听？我望着罗晨，笑着问他，头还疼吗？其实这里更疼。我抚着心口，一个人变心了，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告诉你，我不爱你了。医生说我有点轻微脑震荡，建议在家休息3天。罗晨只是简单的交代婆婆多照顾我一些，人就忙得不见人影。见面了就问一句话，头还疼吗？还没有等我回答，就听他小声嘀咕，过了30岁就变得这样娇气，轻轻磕一下就脑震荡。我头不疼，却被他的话气得头疼。奶奶的，让我流血受伤，却怪我娇气，这厮这么不要脸。女儿乐乐的老师打电话说乐乐发烧了，
罗晨的电话打不通，微信留言也没有回。我赶到幼儿园，接上孩子去了儿童医院，抱着孩子挂号、排队、看诊、化验，楼上楼下的奔走。拨打罗晨的电话，还是失联中。我情急之中电话咖啡室的小刘，问他急事怎么联络罗晨。小刘微信我一个电话号码，让我试试。我盯着这个号码良久，迟迟没有拨出去。化验结果出了，乐乐感染手足口病，现在是高发期，需要做好隔离措施，避免交叉感染。回家给孩子吃了药，物理降温，烧渐渐退了，一颗心才落下。瘫坐在沙发上，拿出手机，有2条未阅读短信提示，点开之后是一张照片和一句话。照片上罗晨和奇文在五彩炫目的烟花下依偎在一起。今天奇文生日，罗晨为他庆祝，我心里一阵嗤笑。烟花很美，可也很短暂，就像他们的婚外情。罗晨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有马上接听，铃声响了一阵，我才接起。他说手机没电了，忘了带充电宝，回来再说。我不等他说完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我拿出杜峰给的照片，躺在沙发上，一张张地欣赏起来。照片上的罗晨神采飞扬，温柔又多情，看你们如此甜蜜，不棒打鸳鸯，我意难平啊。罗晨回来了，先去看了女儿乐了。我在收拾衣柜，罗晨进来抱住我，我转身推开了，去洗洗吧，推着他进了浴室。水声响起，我拿起老罗的手机，输入密码，查找他和奇文的聊天记录，竟然没有。突然想起小刘给我的电话号码，我退出现在的账号，输入电话号码，相同的密码，居然登录了。这里面只有奇文一个人的微信，我来不及细看，拿起自己的手机，把他们的聊天记录拍了下来，然后把微信切换过来，把手机放到原处。我拿着手机出了房间，我窝在沙发上看罗晨和奇文的聊天记录。奇文最初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怂恿罗晨从我这里圈钱，扩大咖啡室。被我拒绝后，他用各种借口向我周转资金。这半年，我给罗晨的转账已经超过20万。他们利用这些资金置办了其他的产业，具体不清楚。近1个月，奇文的目标更加明确，要上位，要同乐小区的房子。他催罗晨向我摊牌，还好心地提醒罗晨，孩子们离不开妈妈，现在的房子就留给我和孩子。罗晨答应了，但还没有行动。他们真敢想，同乐小区的房子现在价值600万，无房贷。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还有400多万的房贷，被他们的无耻给气笑了。笑我的枕边人如此算计我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午间休息，我给杜峰打了电话，让他调查罗晨名下的资产信息以及财务数据，我要收集证据，同时让他帮我介绍一个高大帅气会撩拨的男生。他问做什么，我说挖人墙角。他秒懂，立马毛遂自荐。我笑他为了赚钱没了节操，他打入敌人内部，才能获取更多信息。我被说服了，把计划告诉他，给他承诺，追回的资金给他抽10个点。他让我等他的好消息。打开电脑，盘点了我名下的股票、基金以及存款、各种保险、公司的储蓄计划金、公积金。瞬间我的底气十足，一个人带着孩子依然可以过得很好。收到杜峰发来的信息，附带一个文件，他说咖啡室最近几个月有多笔资金流向一个小酒吧，法人是罗晨，已经开张2个月。奇文提供的酒水2头抽提成，还拿1份分成。打开附件，看了咖啡室小酒吧的经营数据，咖啡室正常运营，
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。但罗晨把资金和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小酒吧，咖啡室的生意已经在下行，酒吧是他不熟的领域。奇文懂酒懂男人，未必懂经营，贸然进入必然要吃亏。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杜峰的魅力不容小觑。鱼上钩了，他包装了朋友圈的人设，多金帅气，会吃会玩会投资。奇文对他朋友圈很感兴趣，主动约他出来。见面之后，不时有人给杜峰打电话咨询项目、预约签合同。奇文看得很眼热，问他有什么赚钱的项目，可不可以带他一起。杜峰以初相识不谈生意为借口给搪塞过去。奇文卯足劲，天天微信杜峰约见面。半个月后，杜峰被他的诚心打动，说愿意把自己的份额分给他一些，但资金不能超过100万。奇文暗送秋波地看着杜峰，说尽快把钱准备好。吃过晚饭，罗晨说有事商量，拉我进了卧室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懒懒地靠在床头看着他。啥事？说吧。阿慧，借我30万。你的钱呢？和朋友做生意，投了一笔钱，现手上资金周转不足，我没钱。老罗看我懒懒的模样，一下子怒了，说我借口太敷衍。我双手抱胸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阿慧，真不借？借不了，没钱。老罗松开我的胳膊，转身走出卧室，摔门而去。罗晨在四处筹钱，他把婆婆的30万养老钱借走了，问铁哥们杨树借了20万，把咖啡室的流动资金全部调走，用咖啡室抵押向银行借贷了30万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乐开了花，只是搭了一个台子，没有想到罗晨和奇文演得如此卖力，忍不住为他们鼓掌。奇文筹了80万，合同上签字却是罗晨。杜峰把这80万资金转到我的账户，把10个点的提成给了他。周末，杜兰约我们去吃火锅。我和罗晨到的时候，杜兰已经在点菜，杜峰和奇文坐在隔壁桌。杜峰殷勤地给奇文涮菜、倒茶，很体贴。罗晨从进来，眼睛就粘在奇文身上，简直要喷火。我转头看向罗晨，认识同乐的租客小齐。他回了一句，假装咳嗽，掩饰他的失态。杜峰把奇文散落的刘海夹到耳朵后面，我看到罗晨攥紧了拳头。吃了一会儿，奇文去了洗手间，随后罗晨起身跟了出去，我跟上，躲在拐角。厕所走廊的尽头，罗晨拉着奇文问：和那个男的是什么关系？奇文说他是投资项目老板，和他处好关系，以后能多一些赚钱渠道。他这么努力地为罗晨着想，罗晨却不信他，他委屈地哭了起来。罗晨慌了，反过来哄他。奇文破涕为笑，亲了他一口，问他这回信不信。罗晨说信了，奇文又亲了他一下。罗晨依依不舍地回了餐桌。我从拐角出来，进了洗手间。奇文在补妆，罗哥不爱你了，趁早放手吧。奇文从镜子里看着我，炫耀地看着我，与你无关。我洗完手走出洗手间，背后传来奇文的声音：怎么会与我无关？你刚刚不都看见了吗？何必自欺欺人？我没理他，心里暗叹，让你们多快活一阵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返回座位之后，奇文也回来了，笑容甜美的给杜峰夹菜。我和杜兰吃得畅快，唯独罗晨吃得味同嚼蜡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给罗晨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同事背着老婆在外面养了一个三姐，三姐想上位，但是我同事不想离婚，这三姐就与别人合伙骗了他，把他坑得好惨。最后他老婆知道了，和他离婚了。
他一朝回到解放前，罗晨开着车，没有说话。罗晨给我电话，说他投资被人骗了。我知道我讲的故事起效了，我问他具体情况，他隐去其文，只说是朋友。咖啡室失去了现金流，客户的尾款没法支付，客户断了咖啡豆的供应。罗晨以次充好，被客户投诉赔偿，他忙得焦头烂额，却发现奇文和杜峰往来互动频繁，让他心里有了一丝不安。他把投资合同拿给一个律师朋友看，朋友说他被坑了，不仅投的钱要不回来，还要在3个月内赔对方500万，加上借的钱，罗晨一共背负了580万的债务。他怀疑奇文和杜峰做局骗他，找奇文理论。奇文一听500万的赔偿，拉黑了罗晨。他六神无主，给我打了电话，问我怎么办。580万不是58万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气得挂了电话。我讲的故事在他心里留下阴影，奇文的一丝变化都会让他不安，会怀疑去验证。事情的进展比预期要快。罗晨一脸憔悴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说事情已经发生，要解决问题，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，只能降低风险。他问我如何降低风险，我说我们先办理离婚，把所有资产都放到我名下，你没钱，他们也不能把你怎样，这样可以保住我们的家，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，你看如何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要不把同乐的房子卖了？我摇了摇头，很沮丧地说，我们还有400万的房贷，同乐是最后的底牌，如果我们失业，房子断供，我们无处安身，还要还银行贷款，还要养2个孩子。罗晨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，艰难地抬头看我，阿慧，你写离婚协议吧，不要沮丧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，罗晨净身出户。我和杜兰在酒吧喝酒庆祝。杜峰发来信息说奇文要撤回80万资金，我把信息读给杜兰听，他不屑道，白纸黑字签了合同的，连本带利都要给我吐出来。这个项目的每一步计划，我们都做了无数的推演，合理合法。奇文哄着罗晨签合同时，只想着赚钱，没有细看合同。现在想反悔，已经晚了。阿兰，谢谢。我举着酒杯向杜兰致谢。同乐小区的物业给我打了电话，说我的房子里有人吵架砸东西，让我赶紧过来看看。赶到的时候，房间里被砸得稀烂，东西扔了一地，肇事人都不在。邻居红姐一脸八卦地给我说着事情的经过。罗晨带着奇文回到同乐小区，一开始俩人争吵，后面就听见奇文尖叫哭喊、砸东西的声音。警察来敲门，他们还在吵，最后俩人被带回了警局。报警电话是奇文打的。我环视一圈，曾经的婚房和我的婚姻一样，现在面目全非。派出所打来电话，让我去接罗晨。我办好手续，一名警察带着罗晨出来。我问警察同志，可以走了吗？警察对罗晨语重心长地再教育，又转头对我说，房间里损坏的东西，罗晨也有参与，让我们协商处理。旁边的房间门被打开，奇文走了出来，冲老罗喊了一声，渣男，活该被你老婆耍得团团转。旁边的警察对奇文训斥，小姑娘，好自为之，赶紧走吧。奇文的朋友办好手续，拉起他就走。我对警察说了声谢谢，领着罗晨走出派出所。半日未见，罗晨看着憔悴又邋遢，头上已然有了白发。一路上他都沉默不语，双眼无神看着窗外。回到家，进了房间，罗晨突然拉着我的胳膊，眼神阴沉地看着我说，你早就认识杜峰，投资的项目
是你们合伙设的套。周慧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离婚，报复你们呢？我云淡风轻地回道。他气急败坏地打了我一巴掌，疯了一般骂我恶毒。我挣脱开，回了他一巴掌。为了一个小姐，你背叛我们的婚姻，算计我，这是代价。我把齐文的资料照片扔在桌子上，罗晨不可置信地拿起文件，一页一页地看起来。我找了一个舒适的位置坐下，欣赏老罗的脸色，五彩缤纷。你调查我，却一直看我的笑话。周慧，你是不是一直瞧不起我？一个成熟的男人说出如此幼稚的话，我无力辩解。婆婆知道我们离婚，罗晨净身出户找我要钱，他愤怒地指责我心思狠毒。罗晨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就让我给判了死刑，不公平，要我把属于他的家产还给他。我懒得理他，他一改往日温和的模样，扑上来要打我，被我制止了。他说其他的钱他不管，但必须还他的30万养老金。我很诧异，罗晨告诉他钱是被我拿走的，这钱你给的谁，就找谁要。罗晨说钱就在你这儿，今天你必须还给我。婆婆突然拽住我，蛮狠不讲理。我一下怒了，把罗晨出轨齐文拿罗晨的钱投资被坑的事情说给他听。我不管，这钱你必须还给我。他拉住我，一边捶打着我，一边骂我恶毒，连老人家的养老钱都骗。我挣脱他的暴力行为，把他拉到沙发坐下，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，这钱与我无关。咖啡室的小刘打来电话，说罗晨在店里被人打了，让我快点过来。真他妈是多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到了店里，小刘正在收拾残局，罗晨鼻青脸肿地躺在沙发上，交代小刘关店下班。我带着罗晨去了医院，路上我问他谁干的，罗晨觉得自己这么惨都是齐文害的，齐文却避而不见他，于是在公司门口堵他。齐文说他玩不起就别玩，喊他疯子，叫公司保安把他给轰了出去。罗晨气不过，把齐文做陪酒女郎的照片撒在公司门口，一时间公司所有人都知道齐文做陪酒女郎的事。公司以影响不好辞退了齐文。失去工作的齐文带人冲进罗晨的咖啡室，一顿打砸。罗晨前去阻止，被那人一阵拳脚打得倒地不起。小刘要报警，齐文威胁不让。齐文走前警告罗晨玩不起就不要出来玩，以后离他远点。罗晨的外伤很严重，医生安排了好几项检查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多处软组织损伤，肋骨断了一根，需要手术。办好住院手续，医生定好手术时间，找了一名护工，24小时照顾他。手术之后，我没有再来医院。1周后，罗晨出院，在家休养。养伤期间，他变得小心翼翼、体贴又温和，这些在婆婆眼里就是我们夫妻和好如初的征兆。我淡笑不语。罗晨去医院复查，恢复得很好。咖啡室重新装修开业，小酒吧断了供货渠道，开业活动结束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关门大吉。我把罗晨约了出来，给他点了杯红茶。我说离婚是真的，净身出户也是真的，你要搬出去住了。他看了我良久，阿慧，真要这么决绝？我点头。他和齐文在我心里捅了一刀，无法原谅。我把他出轨的证据、离婚协议书一一摆在他面前。投资的赔偿我可以帮你取消，但是你借的钱需要你自己偿还。阿慧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好吗？我摇了摇头。罗晨抬手捂住了眼睛，我听到他轻轻的呜咽声。片刻之后，他答应搬出去。罗晨，希望你幸福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抱了抱他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他也紧紧地回抱着我，泣不成声。罗晨在外面租了2居室，让婆婆收拾东西，一起离开。婆婆难以接受，抱着2个孩子不愿离开。我默许她留下来照看孩子们，每月支付4000工资，没有男人的日子，生活变化不大。婆婆常常在我面前怒骂罗晨没福气，弄丢了这么好的媳妇。她偶尔会唆使孩子们给罗晨打电话，一起吃饭，陪孩子们玩。我明白她的用意，只是假装不懂，刻意避让。新找的保姆试用1周后，婆婆主动找我，要搬去罗晨的出租屋。走之前，我把她的养老金还给了她。罗晨咖啡室的客户流失很多，朋友们知道我离婚，都不约而同地减少或者取消订单。性格耿直的杜兰更是让公司的同事不要买她的咖啡。奇闻的是，我们离婚，背负的外债让她深受打击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。她的不上心让咖啡室的运营更是雪上加霜。咖啡室的小刘提出辞职，罗晨才意识到咖啡室已经营不下去了。他退了店铺，把设备搬回他租的房子，在家里烘焙咖啡豆，卖咖啡。要还银行的贷款，他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投了简历，四处找工作，一切从头开始。奇文被公司辞退之后，全职在夜色酒吧。听杜峰说，傍了一个资金雄厚的老男人，把他捧得很火，已是夜色的头牌，出场费不低。罗晨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过客，他注定不会为一个过客停留。半年以后，罗晨约我见面，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，他变得稳重沧桑了许多，我依旧优雅美丽，别来无恙说不出口。给他点了一杯红茶。我找了一份工作，干的是老本行，挺好。老罗辞职创业之前，专业技术在他们部门是最好的，只是性格耿直，不善于职场的人际交往，屡屡受挫。阿慧，还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这茶挺不错，你试试，有空多陪陪孩子们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放下茶杯，起身离开。我不想破镜重圆，圆了的镜子背后哪个不是千疮百孔的疤痕？同乐小区的房子卖了600万，还了200万的贷款，余下的钱给孩子们存做教育基金，少了情感的羁绊。我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带领部门同事拿下几个项目，都取得很好的成绩，年底分红，奖金十分丰厚。事业才是女人一生的依靠，用心经营，它比男人可靠。春节放假，我带着孩子去了马尔代夫，孩子们在沙滩上玩沙子、捡贝壳，我便躺在椅上看风景。海风徐徐，回首往事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